昨天呢，这个对岸公布了制裁8间台湾的公司，结果呢，这里面很多的军工产业，听听我们国防部怎么回应。国防部的回应说：好啊，反而符合我们的去红供应链政策。本来我们就是这么干的，对不对？这个太好了，这样让我们呢能够更有国防自主的能量。那我们也请教了总统府，如果说真的要跟对岸完全就是不要有太多的红色供应链，最重要是 ECFA 嘛，那 ECFA 我们会主动跟他断吗？截至我们录影之前呢，这个电话打不进去，所以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回应。但是你要知道，昨天这个讯息出来，很多人看到是什么样的内容以及什么样的美感在这里来，因为稀土啊，因为呢，如果说你制裁它之后，会不会其实稀土我们这一些就没有办法用到？在军工业，稀土非常重要。而先前呢，元件他们就特别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台湾稀土的需求是全球的前5位，半导体也要用到它啊。还有我们特别用到的是什么？永磁铁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抛光用的视酯化合物，这些都是我们进口量最大的，而且呢，中国就是这2样的主要生产者。再加上网络上我也有看到人家讲说，哎呀，我们稀土进口其实也才几公斤而已啊，没有那么多啦。但是您知道吗？你讲的是原料啊，我们讲的是什么？是进出口的统计是稀土金属混合物，也就是加工过的这个化合物。我们输出呢是7048公吨，那大概稀土原料进口量的7365倍。重点来了，中国提供86.1%的货源。所以呢，如果我们高度的仰赖对岸的话，那你这样被断了这一些连结，或是他根本就不给你出口，完全遏制你的话，我们的稀土存量还能用多久呢？更不用说川普现在呢说要跟中国好好谈稀土之外，他在所有的原物料一个一个慢慢限缩。先前是钢跟铝，现在是说铜，他也要限缩了，要对铜来征收50%的关税。他们自己内部的专家直接讲，这冲击到的一样嘛，半导体呀、电动车啊，甚至还有建筑业都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受害，也会有可能引发通膨。那所引发的效应就是，既然你要进，每次只要他讲到了什么，那一样物资就会马上飙升进口量。现在呢，50万吨的铜急着要进美国，那到不到本土怎么办？没关系啦，波多黎各美国的啦，夏威夷美国的啦，在进的赶快先运到，反正运到美国境内就对了。美国的港口这边也警告川普，如果说呢，你要对于这个龙门吊，也就是所谓的岸桥式起重机，完全的来加税。那你要知道80%那个叫做中国制，你自己要能够造得出来，你得要10年。那如果说你只要买起重机就要加税的话，那就是等于你自己要付这么多的税，是完全加在你自己身上。所以这一些你到底有没有考虑到？你在讲要加关税的同时，有没有考虑到害到的是自己人呢？因为呢，现在它的加关税已经加出了一点点兴趣来了吗？第一次看到50%的关税是谁？昨天寄出的信给巴西，为什么巴西会可以课50%？你会问说，哎呦，那是因为跟金砖有关吗？不哦，那个是另外算的哦哈。因为呢，他现在川普讲，你是因为这个前总统波索纳洛，你们对他起诉了。那波索纳洛呢，在巴西最有名的就是他仿效川普的政治风格，甚至有人说他是巴西版的川普。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给他加到50%。那当然，鲁拉就会很生气啊。鲁拉直接呛说呢，不管我们的股汇是重挫怎么样，反正我们不接受任何指点，任何单方面的调涨都会根据我们的经济互惠法回应。那是要硬杠到底吗？另一个跟金砖国家有关的是印度。好，现在川普对印度也发出了这些金砖警告，说要为贸易协议呢添加了一些新的变数，因为只要你是金砖，甚至你可能抗美元的话，你都会面临10%的额外关税嘛。可是不是只有这一些人而已哦，还包括了昨天东协他们在开外长会议。东协的马来西亚今年呢是轮值国，安华首相就直接的讲说呢，关税就是用来孤立其他国家的。那这一些呢，基本上以前叫做促进成长，现在呢，这个全球贸易已经变成了一种施压，变成了一种孤立，还有一种遏制。而且你不知道
原因是什么？如果你理得出头绪，那还叫有逻辑。但是现在纽时直接告诉你了，川普之下的贸易协议，反正就叫做川普说了算。川普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你要有什么理由或者是原因？像巴西，你觉得这样的原因你可以接受吗？回过头就想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昨天呢在对岸公告制裁8间台厂，而这里面重要就是军工产业，但国防部反而暗赞，那个叫做过坟墓吹口哨壮胆啊！中国大陆通过的是军民两用全部禁止出口，你那8家公司都没有从大陆，现在讲的是直接或间接，因为中国大陆所谓禁止出口，是包括间接受益，你以为人家查不到KYC 吗？所以我说这个叫吹哨子壮胆啊，那就看这8家公司库存有多少嘛。事实上蔡英文去经纬航太巡视过啊，那个嘉义的无人机。那个时候，那个才几年前，大概就前年嘛，前年2023，结果经纬航太展出了无人机，有大疆的零组件，所以我跟你讲，不要讲大话了，《远见》杂志那一集拿去看一看啊，去了解一下这8家公司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得到中国大陆的稀土，还有其他的零组件啊，大概就是这样嘛。因为我觉得我们更要担心的是什么？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做出类似管制的企业有70家，那如果台湾未来对中国大陆都比照美国做类似的管制啊，那中国大陆会不会越来越对台湾采取类似的做法？这个恐怕才是要担心的吧。这个不是只有军啊，是军民两用啊。所以你如果这8家企业有透过其他台湾的民营企业得到必要的零组件，你不要以为不会受到影响啊。那另外就是，川普为什么会对铜做这么大的动作？是因为美国的铜的制造只占全世界6%，那他就在每天都在胡思乱想啊。美国现在是这个110吨啊。美国的产量啊，那它就中国大陆是180吨，然后美国是排名第5哦，是排名在前面最大的是智利是530吨，对，然后接下来就刚果330吨，秘鲁是260吨，所以他在异想天开啊，就认为我只要把铜输到美国要用50%的关税啊，那美国这个铜厂，它就可以增高了比例了，就可以从6%变成15%，是不是？你的幻想是不是？我跟你讲，美国需要铜的公司啊，那个哀鸿遍野，看你那个本土的那个铜厂，到时候能不能供应啊？这个没有办法，就国家出了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啊，你有什么办法啊？他还扬言要对外国的药品征200%嘞，对，这个还没开始啊。是，我跟你讲，它主要就是针对欧洲，没错。那到时候你去看美国国内会不会缺药了这个就没有办法，因为它的国际贸易跟经济学的知识只有高中程度了，甚至有人说过，那个克鲁曼说他只有幼稚园程度。对，看你怎么办反正这个到时候时间来决定啊。那一样那个码头的那个起重机，那几乎都是来自什么中国大陆，对，有几家重工嘛，大部分都大陆制。那看你怎么办嘛。巴西这件事我跟你讲巴西跟美国的贸易，其实巴西是逆差美国出口到巴西的东西比巴西出口到美国多74亿，两边都是400多，一个是490几，一个是420几，我就不知道你这样搞下去，你认为对美国企业都没有影响他就是在气嘛，因为 Bolsonaro 是他的好朋友，那鲁拉现在把他给软禁了嘛，所以他在生气了，结果从10%一下飙到50%就这样那鲁拉就是个硬汉
所以接下来就到巴西出口的那些美国企业，接下来就要倒大霉了。其实，在这一次新一波的这一些名单当中，大家就看到想说，哎，怎么会加的，让我们有点不太知道原因，所以才会看到纽时那一篇说，反正他现在就是他说了算。哎，听起来蛮有道理的，请教老师。这个川普就是个贸易流氓啊，他做什么事情的话，大家用这个美国总统来想他，那就完全错了。你要用黑道老大的方式，用比较傻的那种黑道。比较傻的那种，而不是那种很聪明，不是教父演的，是教父打败了那些黑道老大哈。那我就讲巴西的事情来讲哈，他这个川普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呢，他昨天跟今天就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反正这个贸易也不用协商了，也不用谈了，我给你封信，说多少就多少这大家都接到信了然后日本就很不爽，这本来是谈的结果，然后现在的话呢，就要考虑要。这个信接到的话，其实就是贝森特讲也不能这样搞，他们自己就自动延期到8月1号。这个其实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跟大家强调，这个关税就涉及到主权问题，主权是不分国家大小、不分强弱的。你本身对待人家的态度的话，你就是要谈以后的话，不能够侮辱人家的主权。像我们这边的话呢，在节目非常小心，不能说脏话，也不能说哪个国家不好这两件事情我们都不能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人家国家主权。川普现在就这样讲他发了信，然后第二件信的话呢，就是呢，这个今天又发的信当中，对于巴西这个信已经被公布了，特别针对于说，他这个波索纳洛的这个事情的话呢，这个非常不得了。波索纳洛的事情在巴西经过司法的调查，我们现在对于司法的过程不公开，调查的过程不公开，我们现在谈到很少人就谈到连柯文哲我们都不敢讲什么，对不对？那司法调查。结果川普跟他讲说，你马上把他放掉直接干涉到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我说句良心话，这是大荒唐，这跟对美国对巴西丢炸弹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心理炸弹，一个实质。美国对伊朗是丢实质炸弹，这一样道理那巴西这么也是个大国很受侮辱对不对？这是第二个麻烦的事情。那讲到这种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呢，连那个巴西带头一起轰到了这个金砖峰会巴西今年是金砖的临时就是轮值主席，对不对那你一起骂，那骂的这个结果当中的话呢，而且理由非常荒唐，就是人家用本币交易呢，人家对不对？组成了一个区域型的一个经济力量，那不用本币交易，还要用美元交易那不是开玩笑吗？所以我为什么就说川普在一开始讲的话呢，他整个观念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贸易流氓。只有中国先看清楚了，中国先看清楚，就是对于这种贸易流氓的话，就要用不跪要卡住你的脖子那个稀土的问题的话，大陆现在发觉有用，就越搞越像。现在的话呢，就是搞到连台湾什么各方面详细产地的门都没有。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的话呢，搞到世界大乱，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来请教一下严老师。我觉得第一个对稀土问题我自己是觉得说，哇，原来我们跟大陆关系这么差，他还供应我们稀土供应这么久然后这么对，而且是用在军工产业，民间的也有。对了，当然我的意思有军工产业的，那就是是在对抗他的，居然还这么久那现在那我们难道在跟大陆在做对抗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先把这一个确保我们的稀土有别的这个来源吗？还是就说忽然发现现在对抗？但我觉得我们国防部讲得很好去红供应链那我倒是看看你到底有准备了什么东西，你的这个供应链，你跟智利的关系好吗？你跟其他的这些这个非洲国家或者这些其他的稀土的国家，你跟他们的关系好吗？澳洲等等。我不知道能不能拿到这么多那么快所以这个确实是让我们要去高度思想，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你不对这个，你如果坐在玻璃屋里头，你不对别人丢石头嘛。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去丢石头，但忘记自己是住在玻璃屋里头，还蛮危险的这个应该要稍微要改变。那川普这个对这个金砖国家包括巴西在内，它包括我们前一阵子也讲到，它要将金砖国家还要再加10%的税。我必须要说，金砖国家的成立不是像前苏联搞的什么华沙集团，或者东欧的一个这个经济这个这个共同体来对抗这个欧盟的、北约的等等。今天是你 Goldman Sachs 忽然把这4个国家摆在一起，你先把他们摆在一起，他们忽然说，那我们真的来成立一下好了，
变成是这样，是你们美国的这个企业啊，把他们送作堆的嘛？那他们忽然发觉，哦，原来我们这4个可以先开始，后来加了南非，那现在越加越多，现在10国了。所以你今天川普不是说人家是针对你，是你上台之前就已经成立的，你忽然觉得说你要划分掉，你划分掉其实对你没什么好处。譬如你今天已经跟印度、跟俄罗斯、跟中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竞争关系，但是你今天要一刀切，如果说每一个金砖国家都10%的关税，再额外10%，那印度也要吗？你不是要争取印度吗？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刚才我们讲了，他可能经济学这个有问题，我觉得他的政治学也有问题，他常常会把自己可能成为自己朋友的送去别人的地方，当做自己变成一个敌人。所以这个川普在创造唯一的我看得出来，就是说他变成是说美国有很多敌人，今天美国我是川普，我是总统，我能够带领美国人来对抗这些。那 Bolsonaro 这样的一个还冲去人家人群当中说没有问题，没有 COVID 的问题的，这种完全是民粹。我觉得川普就是可能很喜欢民粹的领导人那可是这种领导人确实带给巴西还蛮大的麻烦的。那今天你川普没什么理由去干涉鲁拉，鲁拉绝对不是吃素，他经过多少次选举之前就已经没选上，然后终于选上了，选上以后下台了以后，然后还被这个司法这个迫害，然后再出来选上，所以他今天这个地位，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撼动的啦。但其实要跟川普当朋友，有些人会怕怕的，特别是川普邀请你过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要思考一下啊。现在呢，在美国他们在办什么？在办非洲峰会，结果呢，大家坐在同一个桌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有趣来了，听听川普说什么。Well, thank you. And such good English, such beautiful. Where did you learn to speak so beautifully? Where were you educated? Where? Yes, sir. In Liberia. Yes, sir. Well,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t's beautiful English. Sure. I have people at this table can't speak nearly as well. 去练大家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来，就是呢，在非洲峰会，大家一起吃午餐啊。这一次我跟你讲，他还不喜欢的，他不让他来喜欢的才让他来。然后让他来呢，这个赖比瑞亚的总统呢就跟他讲啊，谢谢你先前呢又来我们这边做投资啊，等等等啊。讲完之后呢，他万万想不到。川普回应他的是：“哎呀，你英文真好你讲的好漂亮哦！你有受过教育吗？你在哪里学的英文呢？哎呀，大家就在讲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人家是总统，然后你这样子跟他讲话，礼貌吗？但这也不奇怪，因为先前是什么？南非总统来的时候是播影片给他 saving， 说你们这边呢有屠杀白人农民。那非洲赖索托总统来的时候，他怎么讲呢？没听过这个国家，大家就想说，哈，你邀请他来，你没听过，甚或啦。这个泽伦斯基去的时候，直接呛他，你不知感恩那个画面我们到现在都还记得。马克宏访美的时候呢，则是坐在边边角角，马克宏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说 G7 通话他坐在这边，电脑在这里他坐在这个边边角角前一任是什么？塞尔维亚其实，在他们国内，吴契奇也是一个蛮一言九鼎的吧，也是蛮厉害的角色吧。但是呢，他竟然就这样给他坐在对面，然后做了一个好小的椅子，这样子的画面大家都还记得，所以大家就在问。跟川普邀请你跟他当好朋友去他家做客，这合适吗？好，可是另一个邀请现在大家又在问这个到底合不合他的利益？这个是9月3号，中方呢即将要阅兵，现在邀请的是南韩总统李在明，大家就在问李在明会还是不会去？因为李在明他一选上之后，他就直接的讲了，他希望跟他的这个左右邻居好好的相处。但是现在韩国国内其实政治还没有完全的。解决这个纷争，因为看到他们的前总统尹锡悦时隔124天之后又再一次的被捕了。好，这一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认为他有湮灭证据的问题，所以呢又再次的将他逮捕，然后来进行这个高强度的羁押调查。那另一件事情呢，则是他的邻国日本，日本现在其实也希望跟中方有一些更多的互动机会，包括了在东协会议上。
上头。东协外长会议呢，这个日本的外相还有王毅通通都到了，所以呢，他们就特别场外见了一个面。那日外相的讲法就是，我们能不能谈一谈有关于日本的牛肉还有水产重新输入大陆这么样一件事情？见面的谈，当然有来就会有往，但是对于美中来说，下一次要谈可能时间点在8月初，那谁会去谈？他们的商务部长罗特尼克就讲了，是不是有可能他有机会先去访问北京？这川普讲出来的，因为呢，他说现在他跟中方关系很好，贸易上面呢我们都很公平，经常对话，甚至呢还讲说有可能卢特尼克会先去访问北京。那如果8月初他会再跟中方的代表在彼此之间互动，又或者是对话的话，时间点你给他算一算，因为现在还有另一个商界的时间点是 Financial Times 讲出来的，黄仁勋应该下个星期会去访问中国，他们最快在9月的时候要推出一个新的 AI 晶片，那这个新的 AI 晶片有没有可能其实也希望跟中方这边有更多的往来？好，不知道，但是他7月要去嘛，然后卢特尼克是有可能8月要去，那另一个是什么？川普10月真的会去中方访问吗？这个呢大家都打一个问号，算不算川普他自己有想要铺路或者铺排呢？但其实现在对于去中方访问的美国人当中，这一位算是现在在网络上最红的啦。而且你知道吗？他连去到欧洲都还在讲中文呢。听听当时发生什么事。Back. We are really back with the Chinese phones. Where you from? China. Oh, I was just in China. What part? Yeah, Shanghai. Shanghai. Yeah, I was in Shanghai. 来都来了。拜拜。好，他的直播是在克罗埃西亚，但我想都没想到，怎么去了克罗埃西亚竟然还在讲中文？贾刚哥去了一趟中国之后，好像感觉真的他有很多的中国粉丝，甚至呢他还跟人家讲说你去哪里啊等等，这一些大家现在也都在网络上面有些讨论了。但是对于网络上面今天国际新闻里面，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亮哥，我真的没有看过总统问另一国的总统说，你英文讲那么好，你有没有受过教育啊？你去哪里学英文的啊？更不可思议的是，赖比瑞亚这个国家当年就是美国黑人回去创的，所以他的母语就是英文。事实上，他的政界就是美国黑人留下来的啊，他连这个都不知道。非裔人士，坦白讲，这个奥巴马看到大概就昏倒了。对，这个是美国非洲裔的人都知道的最起码的故事啊。这个我们比较政治也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说，他的所有的制度都是三权分立、总统制，结果国家搞得一团糟，你就知道人还是最重要的，不是制度。不然赖比瑞亚的制度跟美国是一模一样，国籍也很像哦，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完全一样。对，国籍也很像啊，因为事实上就是美国回去的嘛，就是美国一颗新闻，所以你就知道人啊，政治文化还是最重要的啦，不是制度了。这个我觉得韩国可能会考虑了，就是93他不会纯去阅兵啊，一定会去思考有没有办法跟习近平做高峰会，那能够有什么样的经济上的进展。不然去意义不大了。不然以李在明的角色，他跟尹锡悦是不一样的，是他是比较有机会跟中国希望有一些可以开放啊。这个尹锡悦到了后期，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那韩国就是要争取服务业的开放嘛，是，因为他跟中国有 FTA， 你不要忘了。那他希望 FTA 能够进到2.0嘛，就能够纳入更多服务业。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以中国大陆目前如果跟美国不是很顺啊，他大概就会觉得跟日本、韩国要做一点处理了。那至于这个鲁特尼克啊，据我了解，8月去是先要就芬太尼的周边问题谈清楚了。因为芬太尼美国因为这样加了2次10%嘛，20%。那中国大陆也对个别的项目课了税嘛，这次就是要处理芬太尼，以及做衍生的一些税了。这个问题啊，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难处理啊。可是为什么黄仁勋要去啊？因为中国大陆这个我们所讲的中美的大的贸易协议啊，稀土
中国大陆的审批是不可能完全比照欧洲啦，除非你 GPU 你要放一点给我啦。所以我觉得黄仁勋真的不辞辛苦啦，为了这个每年的50亿美元的订单去了好多次了，那这一次再努力一次这样。毕竟他也一直跟川普政府喊话，我一年赚如果有50亿的话，你也有税收啊，你为什么不收呢？到底美中之间怎么看？来，等等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好，我们说川普在华府举行非洲峰会，但是这个待客之道，很多人很意外。请教严老师，我坦白讲，我对美国印象一直不错，我不相信我印象不错的美国人会选出一个这么傻的总统，我真的很难想象。因此我稍微看了一下我把它解释成都是故意的了我觉得赖比瑞亚这种事情，赖比瑞亚是几乎就是美国的这个自由黑人所成立的一个国家。那怎么这讲话有美国腔，听起来很顺耳？我觉得这个根本都不意外。然后川普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美国门罗宣言之外，门罗总统最伟大的事情就成立赖比瑞亚这个国家，所以他不知道的话，而且还连续问了好多问题，还最严重的问题是问你在哪里受的教育，你受过教育没有？这个话，然后呢讲说我在赖比瑞亚受过教育，这个不是跟美国完全一样？这个非常侮辱人的，就好像你看到一个元首问另一个国家元首你有没有受过教育，这还得了，对不对？然后你再看，我这边讲一下就比如说这个川普不是第一次夸奖人英文好，上次那个英国总理到了那个白宫哇，川普讲的更恶心说你的英语真好，我如果有你这个 British accent 的话，我早就当什么什么总统了他就拿人家的能力开玩笑。另外大家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赖所说没听过川普是讲给人家听的那时候我记得我跟那个严老师在一起上台的时候，他觉得他是非洲专家，他觉得说讲一个国家没听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对不对？太好笑了然后另外的话呢，那个上一次跟那个泽连斯基吵架的时候那川普对他讲你什么牌都没有那直接那个吵架的感觉是故意吵的，吵完以后那个范斯加入嘛，就是乱七八糟。大混战在土耳其办公室，最后川普讲了一句话，讲说你们记者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然后那个讲到那个什么这个有关于塞尔维亚的总统的话呢，给他小椅子，这就明显安排的嘛。塞尔维亚总统的话呢，古基奇205公分我开玩笑坐那个椅子就是还有这样子的高度他205公分那马克宏的话呢，刚好受到侮辱嘛，对不对？以后再也不敢去了。他法国人特别要面子那现在的话坐在那边，我觉得是故意的。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严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严老师帮我们总结。我觉得美国一直希望能够跟中国在非洲有一些竞逐嘛，因为他已经落后很多。可是每一次我看到川普的讲话或各种的动作，就越来落后越多了就他今天挑这5个国家，基本上我看了一个，唯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不是没有一个是内陆国家，只有这样的一个相同点从这个中部到西部，那基本上这些国家也都不是大国。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对美国要扩张贸易比较大的奈及利亚啦、南非啦，它已经被跟南非搞翻了嘛。那然后你说，譬如说肯亚或者阿尔及利亚这些比较真的是有潜力，安哥拉，你挑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人口超过2000万的，都是几百万的。那我觉得这个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实在搞不清楚。而且他今天挑的就是赖比瑞亚，你无知真的是让赖比瑞亚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小美国人，你知道？然后今天被你这样的羞辱我觉得对整个非洲人来讲，连赖比瑞亚跟美国这种历史渊源都会被羞辱，难怪他们非洲人会被认为说是茅坑是粪坑或者是说茅屋等等。那塞内加尔的总统，我觉得这次去是最棒的一个，他是最年轻当选的，然后呢，他是直接从拘留所赢得总统大选进入总统府。他讲的最棒的话是说，请你们所有的官员不要放我的照片，川普最爱放他的照片。他说放改换你这孩子在你的办公室放你孩子的照片。当你做一个决策想要贪腐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孩子。
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要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台南这一边呢，这一次真的灾情严重，这个是我们总统赖清德的本命区，所以第一时间他还赶到台南来视察，看看这画面。来这波吧，这波吧，这要先把这我那个金有中央先搞回修吧，因为他没有像工程先搞回修吧，这样都被看谁吧？他还没有那个找到他的将军，都被谁吧？他的，这就是这马步好了，这马步刚才给他银冠将军，然后好，旁边有人跟他讲啊，其实这个真的还没有长好啦哈，所以他 Kim 嘛是应该啦哈，因为就是还没长好就被打下来了嘛啊。可是总统呢，他就是一直这个手上的动作还蛮抢眼的，很多人在讨论啊，说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下次去花莲看灾，花莲是什么西瓜会抛接吗？去屏东如果是菠萝蜜会抛接吗？但是哈。讲一个比较真的，就是肢体上面的动作，到底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我们问了 ChatGPT， 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ChatGPT 告诉我们，这可能是在思考出现困难的时候呢，这个转移注意力、降低焦虑的行为，说呢可以让他心情要稳定一些些。但是说实话，这一次去视察勘灾政治学，讲的不是总统本人，讲的是谁？讲的是旁边的人。好，带您来看到的是呢，这一次总统勘灾照叫一图各表，因为你看一个人的脸书或看一张照片，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全貌。譬如说啦，林俊宪委员他的这一张图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么刚好，里长的手呢，就是把陈亭妃的脸给挡住了，就这么妙。好，陈亭妃的脸书呢，这么刚好。其实林俊宪委员是卡加一招，就没有看到他啊。这个呢，画面当中最旁边就变成赖清德了啊。大家就开始讲说这2个人在台南挂了大概600个看板、300个看板，大家也想问为什么？在台南这个重灾区，到目前为止，一个台风还会停电那么久，很多地方说有点像孤岛那样子，因为也没水，也没有一些救援的物资，大家就想问这么一件事情，也想问呢，我们的赖清德总统，比如说看灾的时候会蹲在地上，那个时候的感觉呢，就很像蔡英文那个时候不是讨论兵役延长，那个时候也是蹲在地上吗？然后星爷迷就直接想到那个威龙闯天关，周星驰不是也跟他们蹲在地上，然后他老婆来说：“哎呀，老公，这一票是什么人啊？”他就说：“官啊。”然后一群人就走了。其实呢，现在对于百姓来讲，大家在意的是这一些天灾过后，社会安全啊，或是这一些补助啊，政府如何处理。但是我们政府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726的投票，大罢免不会因为天灾而停。来带您看到是这个礼拜6要拼场了啦哈！总统5讲说跟罢团晚会动员，然后对上的是反罢的燕子秃子要来反罢，结果呢早上才看到新闻，没有想到我们下午的时候呢就有消息传出说赖清德的第5讲有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他要延期，因为台风灾情要去勘灾，总统就不出席了。至于延期到哪一天，目前尚未确定啊。让我们本来很想说呢，有可能在关税出来之前，先听听总统怎么来讲我们的外交状况。又听不到了。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啦，罢免还是台湾这边执政党的主旋律。那反罢的这一边呢，当天是要做什么？要做一个大的串联活动，在中部这一边拼一个再爱我一次的这个造势晚会。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大家也想问，确实灾情严重，那总统去勘灾，好可以理解。但另一个是他那个讲到底会不会讲下去？因为在台南呢，他的本命区这边说戴天府的牌楼倒塌，那有地方上面的这个命理师呢讲说这个叫王爷慈悲啦哈，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今年戴天府呢，他们有抽出了下签的国运签，那个时候就有特别提到说好像屋漏会偏逢连夜雨，那他就想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化解更大的灾难？好，地方上面的民间习俗，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也有解签师是怎么讲的？解签师的讲法是说呢，那个时候有特别提到说呢，时绝阵就是那个国运签，调侃他说呢，再往下走，后面呢是绝龙岭了。那个国运签的时绝阵跟赖清德的时讲会不会有一种相呼应？哦，这个是
解签师粉专他的一个解释，还有这样子的一些说法。但是对于目前来说，这个罢免之外，今天开始进行的是万安演习啊，是汉光演习。汉光演习呢，在今天上演的算是主战场了，因为全联在这一次也加入了演习。我们来看看当时画面。想要上去楼上卖场那边比较舒服啦。我们是害怕爆炸的冲击波产生的玻璃碎片，直接伤害到各位。不舒服，快不能呼吸了。小姐放松 ，OK。现场有民众昏倒，请求紧急支援。实在是太离谱了，昨天玩一次，今天再玩一次，不能被关在里面。我家里有病人。我也关在里面。好，那个阿姨那个情绪是真的，那个不是演的哈。她其实在问说，这什么这个这么多天了，为什么会这么多次啊？其实现在这个汉光演习呢，在这一次真的是一样哈，我们没有剧本的，但是呢，前线比较不一样，是在淡水河这边有真的爆破，也就是炸药加汽油桶，想要阻绝共军的突袭。但以前比较少看到的，则是呢 AIT 他们也实际的到前线去看。以前其实有的是什么？是他们可能是比较高阶的指挥官来了解。但现在是看到一个武官联络官团队，是一整团哦，就跟着教召的部队来行军，想要看的是我们到底现在国安这一些教召地面上面的地方团体势力能不能够有一个国安的保护力吗？赖清德今天也到了前线去，但是他穿着防弹衣。被网友说不太合格飞去美国不用穿，甚至还酸他说这个油水很好，肚子这么大啊，这些呢网友上面的评论，当然自己保卫自己要努力，这很重要。但我们更想问的是，线下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总统有没有好好说？比如说到了前线去勘灾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了解一下，到底现在灾民间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说这一张图，其实呢这个照片才是更重要？不啦，因为赖清德当过6年多的台南市长，是他对这种灾情他不是没碰过啦。我觉得重点不是他有没有能力勘灾啦，而是他知不知道啦，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在第一时间就知道啦。我觉得可能比较大的问题是资讯落差啦。就是说国安日报会不会不敢写，你的幕僚会不会不敢告诉你，或者是在地的立委跟你联络不上，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问题啦。不然我难以想象台南可以超过100个小时还停电。他如果知道，我才不相信他不去处理嘞。怎么可能搞到这样？这个100小时停电有4万多户你看多少天了？你自己去算嘛，已经超过4天了台南那么热，4天没电，你怎么弄啊？所以我认为他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资讯的落差，还有这个螺丝松的那个组织动员的落差啦。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当然要去问你们的人都在忙什么啊？忙着动员啊，绕境啊，干嘛啊？造势去了，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才会讲说，我以前认识的柯建铭不是这种水平啊。现在怎么水平变成这样？每天都在讲反中共，除了这个之外，所有的具体问题都不见了。如果一个国家可以这样治理，那你民进党就完全变成一个反中的政党嘛，你完全没有治理能力嘛，不就变成这样吗？那汉光演习也是啦，我跟你讲，那个军人啊，要做那个新的设备的使用，这个无可厚非啦。比如说，据我了解，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这次是要真的实弹那 M1A2T 也要出来，那你说要拦截那个气垫船做实质的爆炸，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啦。是，重点是那个所谓的社会韧性那一块啦，你要演给美国人看啊！最真实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有城镇战，不会断电断网吗？我跟你讲，100%断电断网，你敢这样演吗？第二，你要疏散在地人口，你去看乌克兰，你去看伊拉克打城镇战，第一个动作就是疏散当地的居民，避免居民混合，到时候死伤更大。不然你就会被人家怀疑啊，
你是不是要搞人肉盾牌啊？因为反正你也打不赢啊，就用人肉盾牌让解放军不敢打，是不是？难道你是要这样打吗？这会被人家质疑嘛？可是我们台湾的问题就在于，比如说林口，我去查，林口的人口12万，淡水的人口20万，你怎么疏散啊？乌克兰那个一个城马利乌波尔只有6万人呢，它那么大的一个领土，所以人家都是做了人口疏散。我讲白了啦，连那个全联那都是假的啦，到时候全联的店员敢留在那里啊？你不会被炸啊？食物补给点还会在？这都是演假的嘛！我跟你讲，到时候城镇战争的来啊，绝对不是这种状况，一定是断电断网，甚至还断水。那当地的老百姓大部分都疏散了啦。问题是林口跟淡水你怎么做疏散嘛？你督军林非凡督军有屁用啊？你根本就脱离真实的城镇战的现场嘛。城镇战不是这样打的啦，我觉得其他的部分还有一定的真实感，比如说守护那个要塞啊，守护重点的设备，那个本来就是海岸守备旅要做的事啊。然后前线军队的一些使用真实的武器，那个都可以接受。城镇战就少来了啦。我讲白了，这个是美国要求的啦。美国就是要求你用人肉盾牌去对抗解放军嘛，不然你这个战争能够拖多久？讲白了就是这样嘛。可是你这样做，就是没有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里嘛。没有人这样打城镇战的啦。来，请教一下岳老师怎么看？这个赖清德蹲在那个幼稚园然后在手颠的那个动作哈，我的那个 ChatGPT 里面啊，它里面整个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就是说他那个动作哈，确实是其实 ChatGPT 讲的不够清楚了，是说反映了赖清德的潜意识啊。不过他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啊，就是说他自己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啊，他心里非常慌啊，他不晓得该怎么办好。拿了几个柚子在那边呢，说什么？那个柚子基本上都掉在地上了，也没有熟嘛。他在那边垫来垫去的话呢，让人家感觉到，你看那个表情的话，就是六神无主的感觉。我觉得它里面凸显了3件事情了。第一个的话呢，诚如亮哥刚刚所说的，他基本上的话呢，整个重心就不在柚子啊，整个重心在大罢免。对不对？我觉得说是因为我们基本上的话呢，晚上睡觉，我们家那个地区，我住在文山区啊，那个文山区的话呢，听到我就是很多人在那边喊的叫罢免罢免嘛，年轻人声音，所以说这个也是他这个要目前施政的主要目标。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一次啊，这个台风非常特殊啊，这个台风这次没有经过中央山脉，是直接从南部往北的，哇，这个不得了啊！我现在才发觉，我们真的很感谢有中央山脉，你知道吗？否则的话，我们基本上都长不大啊，因为台湾这样子搞下去的话呢，那还得了，1年7、8个台风，那这样。那这一次的话，台南你不要讲别的，那个南鲲生的代天府吧，对不对？那个基本上的话，那个牌楼啊，我看那个照片了，那个牌楼的话呢，横切面直径有20多公分的，10几个牌楼就垮成那个样子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我觉得赖清德本身呢，他第3点的话呢，就做台南呢，我感觉到靠海嘛。台南的话呢，这海鲜好吃以外的话，靠海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对于那个妈祖啊，对于什么代天府什么都比较信任嘛，比较相信的啊，所以说呢，那个如果说是最重要的牌楼，那么大的牌楼倒掉的话呢，这个象征的意义啊，这个台湾人就感觉上就觉得很衰了啊，就觉得说是运气不太好，又抽到下签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台南本身的话，有一个重大的消息啊，就是所有的光电设施全部被吹到海里去啊，看到照片触目惊心啊！然后大家讲说是你不管多少钱的话呢，好几万亿的台币都被吹到海里去了。我不晓得这个光电到了海里能不能捞回来再用哦，这个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觉得这个运气就是衰到底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赖清德的这个情绪上的反应，就是颠那个柚子的话呢，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转移自己潜意识的恐慌。那再加上的话呢，本来是利用这个时间要讲这个
叫做什么团结国家10奖中的第5奖，现在也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4奖收到的效果的话，我只听到大家都是做批评的，没有人会强调说是变得比较团结了。所以我现在感觉上那个团结国家10奖当中，那个团结好像长颈鹿英语一样，去那边学英语看不到长颈鹿，变成纯粹是个名称而已。那个团结纯粹变成一个名称，那实际上的话，能不能促成团结的话呢？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原来就很团结的，那当然很团结，但是觉得他是有点讲法有一点荒腔走板的，那依然认为他荒腔走板。不过在这边的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说是有关于这个汉光演习的话，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最近有朋友的小孩是接受新兵训练的时候，现在的新兵训练投手榴弹啊，以前我们投手榴弹是丢得越远越好，现在不是了，现在投手榴弹是朝向窗户里面丢啊，就是做城镇战的准备啊。一般的话呢，原来的话手榴弹是比远的，现在是比准的，那这个差距非常大，所以造成的一个结果的话呢，我终于在这个听到，很多人就因为原来的话呢，我就已经知道，就是美国人发觉台湾的战力啊好像不太行，买一大堆武器啊能不能用？所以说这个城镇战的一个发展的话呢，我也相信是美国人要求的。请教一下严老师。我觉得赖清德这个去视察啊，唯一做对的事就是穿了雨靴。没有穿皮鞋，我觉得这个是唯一做对的。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政治人物，包括这个林俊宪也好，包括陈亭妃，大家都在博画面嘛，就是画面是最重要啊。Politics is optics， 就是你那个出现的画面，你有没有在关心议题？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要问的不是只有农民的议题哦，你谈谈这个光电，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一次台风吹出来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农业这个补助是不是都是能够针对受害户？我们现在就看到云林那边在抗议了啊，一样就是你怎么样做到让大家觉得你真的是悲天悯人，是关心一般的老百姓。那同样，你今天有这个光电的问题，直接电板到底会不会污染？你也要找专家讲出来，到底损失是多少？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再做？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应该针对这一次台风做一个检讨吧。我觉得你这个团结10奖应该讲这个了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那我看到戴天府的盘我就想到就说哇，戴天府每一次搞这个签一大堆中国历史，难怪大家看不懂，要去中就是我们的这个民间信仰里头这么多的这些。这个签都是用诗的方式呈现出来，可是里头很多历史故事。对不起，现在一般老百姓大概没有解签人，我们还有的时候还真的追不到。哇，这个原来是在商周的时候在打仗用的。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是完全去掉这个去中，把中国的一些元素拿掉，我觉得我们未来台湾可能民间信仰也都会被慢慢给去除掉。因为你这些民间信仰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基础，甚至很多的解读，都是来自于你这个过去中国的历史。那你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一块？我觉得民进党要去想一想，你很多的群众是在公庙这一边的。那如果你现在把公庙这个中国元素给拿掉的，把这其中中国元素拿掉，那你公庙的文化也会有危险。确实啊，现在政府好像听到了对岸。大陆、中国，就会觉得说，我们要跟他参谋高最不牢。为什么？